洗手是不是没关水龙头？我关了呀，有可能没拧紧啊。没拧紧，水龙头就会越来越松的。这幸好这个墨水没沾上别的东西啊。你没事吧？没事，你个头，水都流到我房间去了，你说呢？要不你去我屋里住2天，或者你干脆搬回家住，白老爷子肯定会热烈欢迎的。行了，别闹了，赶紧收拾吧。如果有天我死了，凶手绝对是你。我知道凶手是怎么作案的了。今天到本地为各位表演，欢迎你们多多捧场啊，多多捧场，谢谢谢谢。好，你这么多啊？B 小调尼撒第3部分，不愧是艺术家，缅怀人都这么文艺。陆先生，还没抓到凶手。天天围着钟楼转，小心惹祸上身呐！你少来了，你们天天在这儿做生意，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什么钟楼亦有血光之灾，不易建在此处的说法，就是你放出去的。现在到哪里去？静安寺。哎，好，坐稳了啊。我看你闲着也没事儿，帮我算算我财运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发大财？再帮我算算我姻缘怎么样，这辈子有几个老婆？哎呦，陆先生，但我求您了，我是个骗子，这小本买卖就靠说点吉祥话为生，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呀？放过你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钟楼反攻煞的说法是从哪儿听的？陆先生，你看，人行道成弓字形，宫顶直冲钟楼大门，这不就是反攻煞吗？不信，自己上楼瞧瞧。到了，现在多少钱啊？哎，哪能要您的钱呢？认识我？对，因为当年我厄运在路边，还是您赏了我2个馒头呢。不错，拿着吧。好，谢谢啊。老大，让你问的问了吗？找到了，这附近的百姓啊，好多都骂这钟楼盖的不是个地方。这弄堂里的房子本来就不高，虽然能看见花草的，但现在连阳光都给挡死了。挡光？也不是全都挡，就是有几户人家，横竖照不进来一点阳光。哪儿啊？就这儿。本来就靠着中午透这一点光，现在好了，让这钟楼挡得死死的。你去看一看什么人住在那儿，着重的问一下，有谁经常去花园？原来如此，陆先生，我没骗您吧？没有，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是谁呀？凶手呢，就是你。不可能吧？我是跟李亨利说过几句话，可后边死的人我见都没见过呀。你身后那个。
陆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了呀？李恒爷啊，常听他拉琴，这无冤无仇的杀他干嘛呢？是啊，况且钟楼流血，无人牵引，径直流向尸体，这几个目击人都可证明，怎能说和他有关呢？陆先生，您别是抓不到凶手，想随便找个人顶罪吧？我这个人虽然贪财，但是胡乱冤枉人的事儿，我做不出来。您倒是说说，这钟楼为什么流血？那血为什么想往哪儿流就往哪儿流啊？好说，只要在人行道上做点手脚，那个血你想让它往哪儿流，它就往哪儿流。什么手脚呢？如果把整个街心花园的人行道看成是一张迷宫图的话，那么这个钟楼就是中心点，而位于不同边缘的花坛可以当做是出口。那血流怎么说？血液之所以能够按照凶手的意图流向藏有尸体的花坛，那是因为每天晚上钟楼施工完成之后，里顿肥皂厂的清洁工都会来冲刷灰尘，而他冲刷地面所用的恰恰是里顿肥皂厂特制的肥皂水。肥皂水，肥皂水和血液混在一起，液体表面就会出现张力不平衡的现象，在这种不平衡的受力下，血流就会流动起来。那也不能保证血液的流动路线呀，岔口这么多，流向哪里都有可能啊。本来是不能保证的，可是凶手巧妙地利用了每天都在这儿固定活动的人，也就是你们。白天在花园卖艺的艺人、卖东西的小商小贩，他们每天的站位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收摊之后，他们都会习惯性的把摊位摆到人行道一侧，这样一来堵住了几个岔口，液体就会越过去，从而流向别的路。确实，只要把摊子呀往路边一堆，岔口一堵，那血可不就向着发现李恒利的花坛流去了吗？不同。周科长死在北边的花坛，要说第一夜的血是流向西边的李恒利，那第二天怎么就改变方向了呢？之前我也一直没想通这个问题，多亏您让我上去看了一看。那您在上面都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了，在这个花园里，只有一个人在收摊之后是不用把行李放到路边的，对吧？哦，是啊，你就一把琴，白天琴匣打开收钱，晚上琴匣一收，连钱带琴全部带走了。正如陆先生所言，我每天都站在这里，这怎么能够造成血流路线的改变呢？不对吧？我记得前天的时候您站在路的西边，怎么昨天的时候您就站在中间了呢？您一定记错了，我一直都站在这儿。就算他前天站在了西边，这又说明什么了呢？如果他站在西边，则所有早起摆摊的人都会往东挪一点，到收摊的时候也会习惯性的把摊位堆到身后的草丛里。这样一来，向北的岔路都会被堵住，而从钟楼流出来的血也自然而然流进了西侧的花坛。这么说来，只要他昨天站回原处，大家的摊子也就都归位了，因为他没有摊位，也不会有人察觉啊。聪明，只要所有人的摊子归位，往北开的岔路就通了，血液就流向了北边的花坛。孺子可教。陆先生，人人都知道失记忆就会有偏差，更何况前天你又不在这儿，怎么会知道我站在哪儿呢？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个花园里有一个人，他每天都干同一件事情。哥们儿，借画本用一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无话不说。不是啊，你为何要杀人呢？因为他想让钟楼停工。想明白了。你杀人造势，让人以为钟楼会带来血光之灾，进而达到拆楼的目的，用心良苦啊你！虽然你的犯罪动机目前我还没搞明白，不过证据确凿，杀人罪你逃不掉了。动机很简单，
这座该死的钟楼挡了他的视线。什么？他每天躺在床上向外看，什么也看不见。把钟楼拆了，他就能看见美丽的夕阳了。可你老婆今天早晨去世了，就算把钟楼拆了，他还能看几眼？为这么点事儿杀人，你这是何苦呢？哪怕就只能看一瞬间，也值了。哎，那个小提琴家为什么觉得自己妻子临终前最想看到的是夕阳呢？嗨，他俩就在那花园定的情。夕阳西下，一位美丽的少女对帅气的小提琴家一见钟情。那所以，他妻子最想看到的，难道不是沉醉在音乐里的他吗？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想不明白？你没谈过恋爱啊？告诉你个秘密，你说。我这辈子只心动过一次。对谁？你。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明白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了。袁宁，你相信有一种缘分是上辈子就注定的吗？如果我给你钱，你能不能不骚扰我？那得看你给我多少钱了。3块大洋够吗？3块？我要的是100，离西海部行情只有不到3天了。我就这点钱，爱要不要？啊，麻烦你把屋子打扫一下啊！幽宁，幽宁，幽宁，你开门啊！我这么爱你，你把你那些包包首饰卖了，能死啊？幽宁，难道你要把我的心挖出来，你才肯相信我吗？啊！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啊！幽宁，开。嘿，小王八蛋！科长姐，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啊？我吧，想借点钱。想借多少啊？100大洋，月底就能还。那要是还不上呢？还不上，我屋里东西任你挑。我对你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别的倒是可以商量一下。姐，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会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灵魂的男人吗？我对你的灵魂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姐，你自重。那你亲我一下，1块大洋。陪我跳支舞，2块大洋。2块哦。那行，我陪你跳到天亮都没事。来吧，姐。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这儿没你事，回你自己屋待着。瑶瑶，你昨天还说你爱我的呀，你还说你见我第一眼你就动了心，没想到你都是骗人的坏蛋！瑶瑶，我们再怎么吵，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宝宝，你看看宝宝。你们二位慢慢聊啊。别介，咱们先挑2块钱的呗。姐，你呀，我是复旦戏剧社的骨干，怎么样？演技还行吧？爱你哦，小哥哥。禽兽！禽兽！How much can we make from this deal? I don't know. I need to look at the contract, but at least 5,000 silver dollars? This Liu Yao, if we use him effectively, can be very, very useful for us. Although, Mr. Bai has been checking up on us recently. It's okay. Don't worry. We just have to hook him on the line. We just need to wait for him to bite.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我饿了。再钓一条，我们回去。啊。好吧。这个大家伙，这是大家伙。爸爸，这是什么呀？这！啊！你看看涨了多少啊！如果我有100大洋，现在赚的钱，这栋公寓我都能买下来了。哎呀，别难过了，上海遍地都是黄金。来，看看什么呀？新材料。说说。这是我写的电影剧本，有点介意。我呢，第一次写剧本，没经验。不喜欢就直说。你看过福尔摩斯吗？没有。阿加莎·克里斯蒂呢？也没有。本特利·艾伦·波切斯特顿呢？哎呀，都没看过，有什么你就直接说。任何伟大的探案故事都有一个共性。主角必须是男的。你这就有点歧视女性的嫌疑了啊！你看啊，现在呢都是女性观众居多，如果主角是女性的话，那么观众就会更有代入感，那票房就会更高，懂不懂？行，但你这也太扯了吧！一个女记者，貌美如花，气质绝伦，还会破案。因炒股失败被银行开除的陆某，陆某成了你的司机跟班，最后还因为保护你而死啊！哎呀，你不觉得这场戏非常的煽情？煽你个头啊！这个案子是我破的，我破的。你破的那是血色钟楼，我写的是教堂。别废话，把我写死也行，稿费分我一半。这凭什么？要不然你自己写去。哎，你跟我耍流氓是不是？是的。行，以后任何破案的过程，你一个字都别想知道。无所谓啊，反正楚生哥会给我看卷宗。走廊里就听你买了叫。有新案子了，找他破吗？他才是专家。好好的，有一对父子在河边钓鱼，发现一具女尸，经过确认后得知，死者5年前溺水失踪。之后，村民传说她是被河神抓走了，当了河神的新娘。5年前失踪，现在才出现，有点意思。来，验尸报告怎么说？哎，跟本案有关的任何资讯，一个字也别告诉他，否则我不干了。得是。尸体没腐烂，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3天，这身上全是伤，死前肯定吃了不少苦。死者失踪5年，到底去哪儿了？目前还不能确定呢，不过看样子应该是被人绑架虐待过。曹根长，这是逝者的父亲克劳先生。仰仗2位，一定会为我女儿做主啊！
你女儿叫什么呀？何晴怡。那5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5年前，我带着青怡到金沙湾一带的别墅去度假，晚上10点左右，她独自一人外出散步，不幸失足落水。突然听到呼声，才告诉我看到一个蓝衣小伙在别墅周边出现。那一带我都买下来了，也没有别的住户。我一直认为此人形迹可疑，我便带人去追他，追到十字路口他就不见了。听当地传言说，你女儿被河神带走，还做了新娘。那都是胡说八道。真要有河神神灵存在，怎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有悖人伦的事？那您知道传言是怎么出现的吗？道光年间，那一带经常发洪水，当地百姓听信了道士谗言，选了童女作为祭品献给河神。后来洪水真的退了，河神新娘就一直流传至今。青衣失踪的地方，正是当年祭献所在。你女儿当年多大？18岁。乔探长，我能把女儿接回家吗？现在还不行，验尸报告还没出。等出了验尸报告验完尸之后，我会尽快把她送回府上。真要验尸吗？当然了。难道你不想知道杀人凶手吗？当然。那个老头有问题。怎么说呀？双臂向前，手不停地搓动，身体微微后倾，典型的防御状态。他肯定有所隐瞒。那我再派人摸摸底去。暂时不用，我想先去趟案发现场。你自己去吧。你有事啊？工部局总裁那个英国鬼子要来巡捕房视察，我负责接待。那你给我安排个司机啊！你怎么事儿这么多呀？干嘛去啊？你找人去干嘛？小白哥，过来。到。给你介绍一下啊，陆遥。啊，久仰久仰。他呢要去案发现场，你带他去。干嘛呀？干什么？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这个人面相长得好凶悍。看大个呢，虽然长得凶点儿，但为人正直，是自己人。那他脾气怎么样？对我很忠诚，对你，就你那个嘴，说话注意点，万一挨揍了，你就忍着点，抱着头的话打不死。你换一个呗。来，带他去吧，来这。来，陆先生，你就放心吧啊！想去哪儿，我陪着您啊，寸步不离。这个尸体就在这被发现。嗯。吃什么呢？姜黄豆，啊，尝尝。挺香啊！你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炒，那。尝尝就行。黄豆这东西啊，吃多了放屁。哎，陆先生，我一直很好奇，你说你这脑袋瓜怎么长的？年纪轻轻的破了这么多大案，巡捕房那帮弟兄们背后提到你，都竖起大拇指。也不是我聪明啊，只能说那帮罪犯太笨了。走吧。哎，去哪儿？跟我走就对了。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呢？谁凭空消失了？河神。你也信这个？你不信吗？这鬼啊神啊的，我是没见过。但是老话说得好，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果报应肯定是有的。这条轨道通往哪儿？好像前面不远处有个火车站，去看看。哎。5年前，该不会是何家借眼找人的那人吧？你有印象？那当然，何家为了找人，把整个车站都给围了。
那后来找到没啊？后来我听说是个穿蓝衣服的年轻人，午夜的时候我见着他。您继续。这个男孩买了11点的车票，2张，一直等在车站。我问他等谁，他也没说，挺腼腆的。后来呢？后来10点的时候，他忽然走了。10点？他不是买了11点的票吗？我也纳闷啊。反正一过10点，这人就不见了。私奔？为什么要替他走？后来你还见过那个人吗？再也没见过。不过，他当时把箱子寄存在这儿，一直没拿走。在哪儿？带我看看。来，我来。快这里。哎呦，啊，哎呦，这么多灰。哎，有张纸条。陆生啊，久闻大名，你女朋友在我手中限期3天，你若没来，我便娶她。河神。这个仓库还有谁能进？钥匙就只有这一把，平时一直在值班室。何师傅。是石路的，这不关陆先生的事儿，而且也不确定是不是开玩笑呢。报告。怎么样？家里报馆全都找过了，没有人，而且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发现碎玻璃，应该从家里被绑走的。通知白老爷子了吗？还没呢。先别通知他，对方给我留了3天时间，我发誓，3天之内一定找到他。去哪儿啊？验尸。你真打算自己上？这具尸体是找出凶手的唯一线索。需要帮忙吗？你学过验尸吗？没有啊。没有就帮我泡一杯咖啡，不要放糖，别农药。早点播。你亲自泡。死者身上有大面积的淤伤，但大部分是旧伤，说明死者生前遭受到长期的虐待。禽兽！腿部肌肉严重萎缩，说明营养长期不良。肤色暗沉，应该长期遭到囚禁。腿部有一些新的不规则的割伤，像是被草木所划伤的，可上半身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在树林中疾奔所导致的。没错。金沙湾明明是海水，怎么会有淡水水草？难道并非第一现场？死者被长期监禁，饱受凌虐，后来找到机会逃跑，在树林中崴伤了腿，被囚禁者抓住，导致手腕位置产生淤痕。凶手情急之下，把死者溺死在了附近的淡水河域，怕被附近住户发现，便前往大海抛尸。可他没想到，洋流把尸体冲回了金沙湾。你的咖啡。根据尸检结果，案发地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离金沙湾不远；二，植物茂盛，而且叶片异常锋利，将近1米高；三，有淡水流域；四，人迹罕至。符合以上几个条件，我大致锁定了这片区域。在这片区域内，
找出一座供一个人生活的小屋，或者是囚牢。你摘它干嘛呀？摘不完。佛家说了，这是业障，必须得清干净，不然不吉利的。不是这样，撤！哎，陆先生，这万一找不到，不可能！不是，这么大一个地方找一个小木屋，我们现在时间又紧，人手又少，人少就再加人，乔探长付钱。哦，找到了，在这边。什么味儿啊？这是。禽兽不如。凶手回来过。那你怎么知道的？现场被破坏了，几乎没有驾驶线索。徐远，怪不得他指甲缝里有碎木屑啊。他用手指抠出来的。看到这些血迹了，那得多疼啊！如果你被人囚禁，加上长期的虐待，这点疼痛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他为什么不自杀呢？要么就是没有自杀的勇气，要么心里有放不下。哦，你是说，在火车站碰到的那个蓝衣小伙子？葛老爷子应该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怎么知道的？走，去下个店。哎，陆先生，我已经1天1夜没睡觉了，让我睡一会儿吧。休息吧。哎，怎么样？有线索吗？没有。好不容易找到，就再继续找一找。现场被破坏过，线索都断了。唉，你别急嘛。能不急吗？那个人是个变态，如果幽宁在他手里的话，啊？放心，不会的。不会？你怎么知道不会？幽宁那个狗脾气，如果被他绑架的话，他宁可死都不可能上那种去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抓紧时间找到他，不然我怕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如果是这样，我给他赔命。安排辆车，去哪儿？何家。我要会会何老爷子。既然这么舍不得你女儿，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是你呀。名声真的这么重要？不知你在说些什么。2月的天气又潮又冷，谁会想到去海边度假？而且根据您的描述，当时带的家仆可不少，度个假，至于这么兴师动众？你大概还不了解有钱人的生活吧？你女儿是被凌虐致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5年来你女儿一直被关在金沙湾西南边的森林里，一间小到只能摆下一张破床的小破屋里。吃的是发霉发臭的猪食，受的是人间至苦无穷无尽的折磨。5年来生活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间地狱里是怎么样的绝望？现场我已经看过了，您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你女儿5年来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
行了，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那就把真相都说出来啊！时间已经不等人了。是徐远，一定是他，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只恨自己没有抓住他，我亲手杀了他。徐远是出了名的街头小混混，看上了青衣，多次胡搅蛮缠。还不断玷污青衣的名声，惹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青衣当时是有婚约的，为了避开这些流言蜚语，我只好带他到了海边别墅。没成想，这个畜生不但掠走了青衣，还使出了如此残忍的手段。只怪我无能啊，惹得我女儿遭此劫难。青衣，爹对不住你呀！老爷，那青衣有没有怀孕？你说什么？我只想知道，她跟徐远有没有可能？不可能，这是胡说八道！我女儿不可能怀上这个贱人的骨肉。我能去她房间看看吗？你想看什么？案子还没破，多点线索没有坏处。带陆先生去小姐闺房。先生，请。这个房间住过人没有？没有，老爷啊一直盼着小姐回来，所以这屋里的摆设都没动过。平时我们除了打扫，谁也不进这屋。敢问先生想找什么？随便看看。河神的新娘，这个字迹是有您的。那个人来过。管家，这位先生非要找陆先生。萨利姆，你怎么来了？陆先生，书院的消息已经查到了，曹登将让你快出。走。那个徐远呢，家住永安南街，跟何家算是邻居。他的父亲是个屠户。总之啊，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小痞子，因为打架进过几次局子。黑道呢？不是，几个大帮都没他的拜帖，街坊邻居都非常讨厌他。青衣失踪之后，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何家派人四处找他，他却销声匿迹。后来坊间风言风语传得很难听，他的父母被气倒在床，将其病逝。他的妹妹呢，投奔远房亲戚，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知道他远房亲戚在哪？宁波已经派人去了，这几天应该会有消息。只剩不到2天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那个徐远就是绑架青衣的人。青衣落到他手里，被他长期虐待凌辱。如果他落到我手里的话，我会用10倍100倍的手段来惩罚他。也难怪何老爷子不肯说。自家闺女跟这么一个禽兽扯上关系，换谁都恶心。这个人身手应该不错。为什么？何家是高墙大院，他能单枪匹马地潜入何小姐房间，再把幼宁的字条放进去，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怎么知道是幼宁的字啊？这么丑的字迹，除了他还有谁？凶手给我们留下线索是为了什么呢？挑衅。这个凶手从一开始就在挑战我的智商，他应该很享受把人玩得团团转的乐趣。那这样的话，他落咱们手里的时候，咱俩也好好玩他。给我派个人，我还得回案发现场看一下。萨利姆，他就算了，给我派个体力好。32分钟，
太慢了吧？啊，还慢啊！哎呀，大哥，我已经尽力了，从火车站跑到这儿，普通人得跑1个多小时啊！不可能，你再试试。啊！我可不跑了，跑100遍都没用。啊！火车站那个老站长10点钟看到蓝衣小伙离开，我们假设那个人就是徐远，那么加上走路的时间，坐有轨电车最快10点20到达何家别墅。如果他真的赶上了那班11点的火车，也就是说最晚10点28分他在别墅被发现，还得用至少32分钟回到火车站。中间最多8分钟，要想从一个重兵守卫的地方劫走一个富家千金，怎么可能？哎，你说会不会有内应啊？内应？啊，不瞒您说，当年这个案子很轰动，何老爷为了抓人，悬赏1000大洋。嘿嘿，我啊就想赚点外快，在背后调查了一下。那有什么线索是我不知道的？当年何人给何家写了封信，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写的？青衣消失了小半年之后。内容说自己跟何神过得很好，让何老爷爷的陈金一箱到河底当嫁妆。嫁妆啊！当时何老爷被气得不轻啊，安排了很多家仆埋伏在河边，就等成金之后，将亲手抓住这个所谓的河神。结果等了1天，什么都没等到。那箱金子呢？你猜啊？消失了。这个事情让附近的村民知道之后啊，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最后连打鱼的都不敢去捕鱼了。那封信还在吗？应该还在何家，希望没有被何老爷子烧掉。陆先生请。老爷当时觉得是有些人的恶作剧，所以啊，就让我们把信烧了，严禁再提，只当没发生过。可我觉得，这的确是小姐的笔记，所以就偷偷留了下来，想着，没准这是小姐最后的遗物了。父亲身体安康否？女儿自与河神结为夫妇后美满幸福，唯因金沙湾鱼虾难活，近来生活捉襟见肘，望父亲能在金沙湾成金一箱，一来圆寂女儿，二来全当女儿嫁妆，请父亲保重身体，勿念。神仙也缺钱花。陆先生觉得呢？如果青衣真的被徐远绑架，那这封信应该是徐远逐字逐句让他写的。这个畜生，上天保佑，希望尽快破案，让无耻凶徒落入法网。这个徐远出入何家如入无人之境，有这个身手，为什么还要写敲诈信而不直接上门道歉呢？写这封信的目的说不清，真的说不清。当时别墅只有何家的妇女和下人，如果有内应，应该是下人。何家的家规森严，一般下人，尤其是男性，很难单独接触到女眷。下人的嫌疑最大。当年何府成金，最后没人过来理，为什么呀？早就知道有埋伏呗。不，还有一个人。谁啊？徐远数次打架，跟他打的都是同一个人，叫阿龙。阿龙啊，他不过是个小混混而已，何家远亲。他人在哪儿了？好像是在杜先生手下做事。哪个杜先生呀？上海滩没有几个杜先生。乔四爷。
哎呦，焦队长，交关辰光没看到，今朝啥风来弄吃不？我最近在查案，之前有一个叫徐远的跟你打过架，你回忆一下。徐啊，想不起来了。再想想。焦队长，我这辈子打过人交关，哪能可能每个把我打过人，我才想得起来呢？再想想。侬谁生哦？我都把董先生找出啊！再想想。侬谁生哦？让你再想想。我把都赔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先把枪放下来再讲好不好？那个混蛋看上何家小姐，隔三差五来骚扰。何家老爷子，这是我亲戚啊，实在看不下去，叫我帮忙。我这种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就是打呀！他来一套，我打一套，打到他爬不起来为止。哎，但是没有想到，这小偷的脑子坏了，竟然越打越有劲啊！最后一趟啊，身上绑着炸药来找我拼命啊，给我吓死了呀！只有带着兄弟们到处躲着。后来何家小姐失踪了，绝对是这个瘪三做的。哎，他眼神啊发直的，疯子啊！早说不就得了？哎，就这样就走了吗？嗯？哎呀，这么多漂亮的妹妹啊，快跳舞啊！哎，来跳起来！啊，大家继续玩，大家继续玩，大家继续玩啊！我觉得徐远跟何小姐的关系不一般呀。为什么？即便是小混混，也是人，他不是野兽。如果何小姐没有表达过好感的话，他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拼了命找上门去。之前我也思考过私奔的可能性，可是行动时间我一直没算明白。也许信长说的，他跟河神生活的很幸福是真的。怎么了？信封上有痕迹啊！这些应该是青泥写给绑架者的必需用品，写字的时候拿信封垫着，就有了痕迹。冰片、马钱子、血结、乳香，这些是消炎化瘀的。茂树、生草屋、麝香，这是堕胎的呀？你怎么知道？书上看的。哦，消炎化瘀，说明何小姐有伤。可这堕胎，妈的混蛋呀！这是。赶紧召集兄弟们去各大药房查账单。尤其是那年6月的买药清单要重点调查，几种药一起买的，就是凶手。喂，是我，召集弟兄们，干活了。出各大药店查一下，说没有这个药。快！是。哎！出什么事了？凶手就快抓到了，真的假的？哎，我认为他肯定不是一般人。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人，不是人。他办案的时候能听见胜利的指示，或者不可能这么快就破案。哎，别动！别动！
你也信神了？没有啊。那你祈祷什么呢？我累了，我放松一下筋骨。别狡辩了，担心他吧？他要是有个3长2短的话，那么谁帮我分担房租呀？那如果他这次回来了，你还欺负他吗？我欺负他？明明是他一直在欺负我，好不好？反正你们俩上辈子就是个夫妻。为什么呀？前世夫妻，今世冤家呀！你不要助我呀！报告，找到人了。那年6月，在西江大药房有一单购买记录，跟现在人一模一样。谁啊？周文茂。什么人？何府管家。来晚一步了，真跑。这个用品和设施基本上和小木屋一样，现在基本确定，囚禁何清义就是此人。怎么看徐远是被冤枉？一个富家千金如果跟你私奔了，你会这么觉得他吗？闸北老桑铺812，这是用你们自己啊？我姐还没干，走。你带人去找管家，火车站码头给我轮流搜查，一定别让他跑了。是。你们怎么才来啊？对不起啊，来晚了。你不用跟他说对不起，是我们救了你，不然你早被大卸8块，先奸后杀了。啊，不对，你这个身材长相，他们可能直接杀了你，也不想干别的。走开，懒得跟你废话。这没受伤吧？啊？谁敢动我呀？你被绑架，就没挨揍？谁说我是被绑架了？啊？那你是？我是自愿来的。自愿？怎么回事啊？你不是神探吗？猜啊！这个案子你不对我透露资讯，我也不会告诉你任何线索。大姐，真凶现在还在逃，你这样有意思吗？绑架我的，可不是凶手。你怎么知道呀？你让他猜呀。干黄豆啊，尝尝。你摘它干嘛呀？摘不完。佛家说了，这是业障，必须得清干净，不然不吉利的。是卡纳克绑的你？那人姓徐。徐远？对啊。是被火烧过那个吗？没错。他来求我帮他一个忙，跟我讲了他一段往事。帮什么忙？让他当人质，然后逼我破案。难怪了。这哥们看着蠢，手段玩挺高啊。你怎么想到是他的？之前我还纳闷来着，一个绑架犯怎么会这么熟悉青姨的卧室，连管家都不知道的暗格他都知道。那3件衣服应该是青姨让徐远带着，所以案发当晚并不是劫持，而是私奔。那个所谓的内应就是青姨自己，只不过半路遇到了变故，被管家截胡了。不，说慢点，我听不明白。那个徐远先把你控制住，然后在我们身边一步步让我推断出管家的作案过程。他全程跟在我们身边，明细所有办案过程。那他为什么留这儿的地址啊？
他已经知道真凶是谁，所以已经不需要人质了。他留下地址是为了让我们来救你。调虎离山是吧？没错，他把我们支开，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管家。不好！哎，你们要去哪儿？你不是侦探吗？你自己猜。又把我扔下！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对我？无冤无仇，你这种话也能说得出口啊？我对小姐感情很深厚啊，所以你就绑了她。我说，是我干的，我不仅绑了他，我还强奸了他。你故意欺负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你可以少受点罪。那怎么可能呢？我苦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抓到你，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不要！我说的都是实话。乖，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不要！你果然在这儿啊！旭，把枪放下。哼，你们手脚挺快啊，这么快就能知道我的身份？一个字：服。你的脸是故意烧我吗？没错。青衣失踪后，我居然成了犯罪嫌疑人。没办法呀，我只能逃离上海。之后，我自毁容貌，又回到上海，继续寻找青衣的下落。我这辈子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胸口憋着这一口气。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你不能理解。我和青衣两情相悦，无奈大徒死命。他爹知道我俩关系之后，把青衣关了起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屡次上门找他。他爹让阿龙来收拾我，想尽一切方法把我关进巡捕房。于是，我全身绑着炸弹，我跟他拼命。阿龙他吓跑了，他吓跑了。之后，青衣被关进了金沙湾别墅。你知道吗？他悄悄放消息给我，让我在火车站等他，还要跟我私奔呀！私奔啊！我因为担心他，我就回去找他，居然被当成了绑架嫌疑犯。我没办法，我只能逃离上海。我想，青衣之所以能这么自信，是因为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可以信任的人。陆先生是怀疑我？要么你老实交代，要么就把你留给坎大哥。你慢慢聊，我们半个小时以后再来。我说，我是答应小姐送她出去，给她准备了船，然后小姐就独自登船了。
我把小姐藏到了岸边，然后跑回去，和他们假装一起来找她。后来，老爷发现了徐远，就一路追到了十字街。所以何老爷以为徐远拐走了青怡，为了家族的颜面才没敢报警。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想到徐远这么轴，一直查到今天。所以那边徐远2个字，也不是他刻意留给我们的，而是因为他受了5年非人的折磨，那个时候他需要的只是活下去的动力。可惜小姐还是死了，能过这5年的快活日子，我知足了。雪，他犯了罪，他一定会死，你没有必要跟他拼命，法律会替你制裁的。何小姐就算在天有灵，也不希望你因为她变成一个杀人犯吧？枪毙他，太便宜他了。你的确没有必要为他赔命。为什么？我听说你被判10年。邱先生替我求了很多情，这件事我对不住你，更对不起青衣。都过去了，我和青衣今生没缘，下辈子再续。老夫真的很后悔，假如当初我不反对你们，这辈子我没有能够跟青衣在一起，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日后可以和青衣合葬一处。这是哪儿顺来的？何小姐闺房，徐远说这是他们的定情信物。他其实挺深情的，可惜缘分没到。你信缘分？当然了，俗话说，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人与人之间啊，从相识到相知都是缘分。就比如咱俩。你想干嘛？你想啊，全上海那么大，几百万人里，为什么单单是咱俩能住到这里？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首先啊，如果我有条件，我打死都不住这儿。我跟你合租在这儿，只有一个原因，穷。这话呀，要换作是以前，我肯定急了。但我听楚生哥说了，在我失踪以后，你说如果3天之内找不着我，你就给我赔命。我那是缓兵之计啊。那为了找我，你还几天没有合眼呢？如果你死了，即使我不想，你爹也会让我给你赔命的。哎呀，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能确定你心里有我。谢谢。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剧本稿费，咱俩对8匹。啊，这就对了。那个稿费能卖多少钱？初稿被人打回来了。为什么？说是探案剧情不够紧凑，逻辑不合理。不过，要是你能帮我改一下，肯定能过。合着你费了这么半天劲儿，就是想我给你干活呀？他们说了，
只要剧本能过，女主角就可以让我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全上海的美女都听你指挥，你想想，那个场面。笔给我。怎么这么多错别字？文盲啊你！这是初稿啊，初稿。那也不能这么糊弄呀。脑子笨可以慢慢学，态度太差，你这样还不如去拉黄包车呢。你说谁呢？说你呢？你给我滚！说你们吗？你还不认？你小时候是没好好学，对得起你爹交的学费吗？啊！来，看看这个，这是什么？曼森俱乐部的会员进出记录。曼森，租界工务局董事、商界大佬，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我安插了几个眼线，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路遥怎么会在里面？我也是想问这个。这几天他去了好几次，有一次还带了瓶酒出来，是康帝。会不会他们是校友啊？反正我相信他不会背叛我的。我给你看这个，没别的意思，就是让你有所防备，别回头让人卖了都不知道。找我干嘛？没事还不能找你啊？深更半夜找我喝酒，你失恋了？那么聪明，猜一猜。你不给我钱，我懒得动脑子。说嘛，怎么了？曼森俱乐部你去过吧？去过。去干什么？喝酒聊天啊。跟谁聊的？聊什么？我的私事也要向你汇报吗？你不想说，我也不逼你。只不过，如果跟那些洋鬼子走得太近的话，我会担心你。担心什么？老爷子跟他们有利益冲突，我不希望你被卷进去。那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你自己啊？你觉得呢？之前我们合作的很愉快，我也不想破坏这样的关系。好不容易在上海有一个不烦我的人，我很珍惜。此事到此为止，绝不再提。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my life. Are you sure? 他说什么了？他说你是他此生见过最美丽的女孩。讨厌。Disgusting. I beg your pardon. 啊，他让你再说一遍。他翻的对吗？大哥，你学没学过英文？那你说我错哪儿了呀？云姐刚刚说的讨厌，按照刚才的语气，应该是 Thank you。不是吧？信我的，老外夸你好看，你只需要说谢谢就行了。那会不会显得我们太不矜持了？信他信我，你自己选吧。
Thank you. Honey, will you have dinner with me tonight? 他说：“干什么呀？你今晚上很空吗？我要赶稿子，怎么了？我也很忙呀。他俩如果吃饭的话，你全程给他们当翻译啊？那你总不能把他们拆散了吧？你看，人家多配呀。那行，那万一他们两个要真好上了，以后他们亲热的时候，你全程给他们当翻译啊？如果能造就一对缘分，那翻就翻喽。行。他说什么了 ？Sorry， 他说今天晚上愿不愿意跟他共进晚餐？哦，这个我会。Yes。 Thank you. Thank God. I'm very pleased. 他说感谢主，他很开心。Me too.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I'm in a real estate agency. 三土问他什么职业，他说他是房产中介。这我是知道的。And what do you want from her? 说话客气点儿。他又说什么了？I want to persuade her to sell this house. 这就翻不下去了，你翻。他说问你爱不爱吃臭豆腐啊？No, sorry. Why? The house belongs to her husband. She's married? 5 times. And her current husband is Mr. Bai. The most powerful mafia in Shanghai. I'm sorry. I have to, Anyway, very nice to meet you. Bye. 这怎么就白了呢？外国人太没有礼貌了，我不明白啊，为什么他就走了呢？他觉得他配不上你。他说他觉得他配不上我。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没有。哎，乔班长，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案子啊？坐。有什么案子赶紧说呀。一个天主教教堂的神父叫马西莫，今天清晨被发现死在教堂里面，被挂在了一个数米高的悬空的十字架上。漂亮。时间不等人了，赶紧走。没说完呢。哎呀，到现场再说吧。走了，姐啊。Hi there. The back door of our church is open at all times for anyone in need of shelter. 安格斯神父的意思是说，教堂的后门一直是打开的，所以任何人都能进来。那疑犯的范围又扩大了呀。小心，你扶稳点儿，把我摔了，我赔死你！小心。哎，会说中文啊？一点。你们教堂几个神父？我们2个。我是本堂的神父，死者马西莫，他是副本堂的神父。我看见他了，我真的看见他，他就在那里，我真的看见他了，我真的看见他了，我真的，他回来了。走开，走开。哎呀，幸好早上没吃早饭。看得怎么样？死者心脏跟腹部有几处较深的刀伤，双手跟双脚也有钉子穿过。多大仇多大怨呢？十字架一侧有被敲击过的痕迹，死者应该是生前先被利器捅死，然后用钉子穿过手脚，再被绑到上面去。既然都被捅死了，为什么还钉手钉脚？这是宗教仪式，说明凶手认为死者有罪，而且罪孽深重。这你也懂？你忘了我上过教会学校。那教会认为什么算罪啊七宗罪：暴怒、暴食、傲慢、嫉妒、
色欲、懒惰、贪婪。那如果这么算的话，你得被钉死多少次啊？我就算下地狱，你也上不了天堂。行了，聊聊价格吧。妈，又想讹我呀？这个案子呢比较特殊，死者是外国人，又是宗教人士。如果你破不了案的话，公务局肯定会找你麻烦的。来人，去陆先生公寓把孟小姐给我请来。你要干嘛？他在的话，你办案效率会高一点。去吧。别，还是老价格，不过外加一个德国的电烤箱。回去吧。怎么？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其实，马西莫神父仇人有很多。仇人？怎么说？马西莫神父平时性情有些暴躁，他来教堂不到1年就得罪了不少人，很多信徒也因为他早就不来做礼拜了。那你知道什么人对他有杀心吗？我知道。别胡说！杀死他的不是人。放开他。说。杀死他的是我死去的孩子。鬼啊！是我含冤死去的孩子。他化作厉鬼回来复仇的，我看见他的，我亲眼看见他的。你亲眼看到你死去的孩子把神父给杀了？没有，但是我亲眼看见我的孩子，他就站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直站在那儿。那个神父把你孩子怎么了？我来吧。请问您怎么称呼啊？我叫杨素芳。我边上的是我先生陈一和，也是这儿的会长。我们死去的儿子叫陈志康。户籍档案跟死亡证明有吗？台埋证明总有吧？没事啊，只要你配合办案，相关的手续可以后续补发的。3个月前，我儿子志康不小心弄脏了圣母像，那个禽兽，他就对他下了毒手。Stop! What are you doing? God wants me to do this. I swear to God. Okay. You take him. 后来他们把儿子送回了家，可是到了半夜，我儿子不省人事，我们俩就送到了医院。可是没过多久，我儿子就没了。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我们以为这是神的旨意呀。哪个神会如此暴虐，让自己的信徒虐待儿童至死？你对他那么虔诚，他给了你什么？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呐！主啊，主。儿子死了，又不能报警，爹复仇动机成立吧？动机成立，但时间对不上。孩子已经死了3个月了，为什么现在才动手？
一直在策划行动计划呗，等时机成熟才敢动手。修女也说了，这个神父仇人不少，用动机论很难缩小嫌疑范围，而且还容易被真凶误导。凶手的身份存疑，不过作案手法我已经搞明白了。厉害啊！洗耳恭听。